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可能很多家庭都遇过的问题，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对，特别是父母跟成年子女之间。是啊，我们手边这份资料就提到一个例子，一位林妈妈她发现女儿小文在那个 WhatsApp 上竟然把她封锁了。看到那个红色惊叹号，心里肯定很不好受。对呀，而且资料还说，台湾有超过40%的年轻子女曾经对爸妈用过讯息阻挡，这数字蛮惊人的。这背后其实就是价值观的碰撞啊。资料里有提到几个主要的点，像是婚姻观念，还有职业选择跟生活习惯。没错，比如说妈妈可能觉得，哎呀，当老师、做公务员最稳定。对，传统观念嘛。可是孩子可能想做的是，像是资料提到的那个 NFT 艺术创作，这个对长辈来说可能就很陌生。或是妈妈催婚，讲什么养儿防老。然后子女可能就回一句婚姻是性别剥削，哇，这个听了妈妈可能会晕倒。这些差异真的很大，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传道书有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对，时代会变，这是神所允许的秩序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从这份资料出发，看看圣经的智慧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甚至化解这种冲突。好啊，那我们可以先从资料里那个林妈妈的反思开始谈起。她后来不是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像也为了想学艺术，顶撞过自己的爸爸。对，这个自我对照很重要。这就像罗马书说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可能都曾经是那个让上一代头痛的年轻人。哈哈哈，好像是诶。所以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看到自己作为母亲的有限，或许就能用比较多的怜悯心去看待孩子，而不是一直批评。是这个意思。而且资料也提醒，要看到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哦，对，台湾社会变化很大嘛，从农业时代到科技岛。还有高房价、少子化、性别平权，这些都让年轻人的生活现实跟价值观跟上一代差很多了。这就有点像马太福音说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对对对，如果妈妈还一直用，比如说可能像朱子家训那种旧时代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孩子，那冲突是一定会有的。所以这里的关键或许是母亲需要学习去辨识，就是神在这个新的时代有没有一些新的带领或启示。这个想法蛮重要的。神的心意不会只停留在过去的形式里。对，比方说婚姻观可能就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两个人同心要跟随神的一个约定。那单身呢？传统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但从信仰角度看，单身也可能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啊。就像哥林多前书提到的，或许是神预备要专心侍奉他的岗位。所以这就引导到母亲的角色需要有一个转变，从想要掌控变成学习守望。对，守望。资料里林妈妈后来的改变就是一个例子嘛。她不再去骂女儿做 NFT，她还跑去学区块链，对不对？蛮可爱的。对啊，然后也放下那个媳妇一定要很会煮饭这种期待，反而开始为女儿跟她的朋友祷告。这个转变就很符合以弗所书说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养育的意思更像是按着神的心意去浇灌，去支持，而不是用自己的担心或恐惧去塑造孩子。没错，就像你不会要求一朵玫瑰花硬要长成百合花的样子，父母比较像是一个守望者，帮助孩子找到神给他们那个独特的恩赐和呼召，而不是当设计师帮他们规划好一切。对，不是设计师。那资料里有没有提到走向和解的具体方法呢？有哦，他特别强调那个对话的基础是爱，还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所以你看，林妈妈她学会问女儿，你觉得这份工作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啊？而不是劈头就否定。这样对话的氛围就完全不同了，从权力斗争变成试着去理解对方。是的，除了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是谦卑的听听。雅各书说的快快听，慢慢的说。对，资料里还提到一个方法，叫做3-3制沟通法。蛮有意思的。哦，那是
就是3分钟专心听对方讲，然后3分钟分享自己的感受，最后3分钟一起祷告。哎，这个不错哎，先听再说再祷告。这种谦卑倾听的背后，其实就是承认，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愿意从孩子的角度去看看有没有神心的作为在当中。有道理。那最后一步呢？最后就是祷告跟交托了。资料说，林妈妈祷告时读到箴言，对，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经文给很多基督徒力量。所以他就学习放手，把女儿的未来交给那位以赛亚书说的数点众星掌管万有的神。交托给神。是的，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想法去限制神的时候，反而常常看到意想不到的出路。就像资料里，小文后来是在教会的基督徒社群找到伴侣。对，然后他的婚姻观念也在信仰里面很自然地被调整更新了。这就是交托带来的力量。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份资料看下来，可以总结几个重点。首先，要理解冲突，很多时候是来自时代的变迁。对，就像传道书说的万物有时。然后母亲自己也需要反省，看到自己也曾是下一代。罗马说的提醒。也要学习看见神在不同时代可能有新的作为，就像新酒旧皮带的比喻。是的，马太福音。接着，角色要从掌控转为守望，用爱跟祷告来支持孩子。这是以弗所书的教导。最后，和解的工具就是以爱为基础的对话，谦卑的听听，还有信靠交托的祷告，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没错。那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回去思想的问题。好啊。这份资料提到，有社会学家认为，每一代人看起来像是叛逆的特质，搞不好是神用来更新社会的一种方式。然后传道书也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么，在你现在自己的家庭或者你的人际关系里，那些你看起来像是冲突或差异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其实也藏着神想要对你启示的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功课，或者是一种特别的祝福呢？你有帮助，感谢收听《生命的光》，我们下次再见。